我们去年差不多是亏了大概40万，然后我们整个农场是投了50多万，然后去年是回收了大概不到10万块钱。都是那个有100亩地农场的子成，然后再跟大家就是分享我种地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谁。然后我15年来到杭州，在杭州工作了差不多8年时间，然后在这中间的话，我干过很多工作，长期以来是在那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做运营。转变大概来自于疫情爆发之后，我之前待的公司倒闭了，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自媒体，然后主要是做美食自媒体和财经自媒体，然后在之后的话呢，又机缘巧合之下开始迈入农业领域，在农业领域里面，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我是21年开始接触农业，然后2023年就是去年，然后开始拥有自己的一个农场。然后还差2个月，刚好我的农场满1年。然后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啊，他会问我，就是做农场究竟赚不赚钱，好不好玩，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今天的话就是把他们的问题，然后全部都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那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一个是20年、21年、23年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变化啊。第一张图是20年那个时候我在西昌那边玩，然后21年的话差不多是刚进入农业，这个是在西昌的葡萄园里面，这个是23年，这个我们这个农场的话是拿到手的时候是一片荒地，就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农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当时正在开那个拖拉机，然后自己耕地。然后先给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做农业爽不爽？我可以非常不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爽。因为这个农场是我完全从0到1，从那个找地开荒，然后到种上第一颗种子，然后全是我全程经历的，中间有请了一些工人，但大部分活其实是我自己干的。我当时其实从那个22年年底我就开始去寻找地，我基本上浙江应该是70%的县市我全部都跑过了，就是为了去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是在那个金华兰溪这边找到了一块地，它比距离最近的人家大概有1公里左右，然后去镇上大概有5公里。然后如果我平时就是想去买个菜什么的，最少得走3公里。然后算是一个比较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然后的话呢，我基本上80%的时间会待在农场。待在农场的时候，每天我基本上6点多起床，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感觉，而且我完全不需要打卡。就有时候今天心情不好了，休息，然后明天觉得好像今天太阳有点大。休息，就是我每天会找各种理由给自己安排 N 多休息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种生活状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爽不爽？是非常爽的。那说完做农业爽不爽，那就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从一开始来说，我为什么会想去种地啊？其实我以前面对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都会跟他们讲，农业还是一个蓝海领域，非常有机会，非常有前景，而且农业领域里面的年轻人非常少，就像我这样30岁左右，然后回到农村，然后做农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以前起源于我买水果的一个起源嘛，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吃水果，各种水果都喜欢吃，但是我买到的水果会有一个问题，品质极其不稳定。不管是我在那个百果园啊、欧蕾这些买到的，其实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这次买到的非常好吃，但我过几天再去买的时候，发现就没有我前几天那个好吃。然后在这个里面，唯一有几个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产品，
第一个是那个香蕉，都乐的香蕉和那个一颗梅的蓝莓，我发现它们的品质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就是差距不会太多。包括那个像佳沛的金果，就它们的品质基本上，都比较稳定。然后我去把这些水果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品牌撸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基本上国内的品牌没有几个能做到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其实一开始也是跟朋友就是吹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做财经自媒体，然后我们就类似于做了一个类似于的行业分析，就跟他们说，农业这个感觉如果做几个国内的那个国品品牌出来，还是非常有前途的，是不是？然后没想到一聊过头了，然后身边的一群朋友，然后全都说，要不你去试一下。然后刚好另外遇到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大哥，也非常鼓励我们，然后给我们直接就投了一小笔钱，然后没办法，就是所以说大家所有人都把你推着往这条路上面走，然后我就走上去了。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说自己真的想去做农业，然后到后面是接触了农业之后，我是21年，最开始我是以卖水果为主的，就是借助于我们之前做财经自媒体认识的一些大 V 资源，他们帮我去推广卖水果，然后我去产地找到一些好的水果，把控好品质，再给它寄出去。从21年、22年到23年，其实转变是2022年那个年底。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在做一款黑草莓，其实在国内是很少的，然后非常高端的一款草莓。我就发现我被那些农户各种拿捏，他今天说给我涨价就涨价，说要那个，本来我们约定好我只收25克以上的果子，他15克的果子一定要让我装走，不装走25克以上的果子就不给我。我就是那一下子把我给刺激到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自己去做一个农场。然后差不多22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各种去找地，然后差不多是在23年5月份的时候，终于把我的地差不多找好，然后是7月份，然后开始开工。当年9月份我就种下了我的第一茬草莓。这就是整个我为什么会去种地这样的一个源头。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种地的一个前景。刚才其实可能给大家讲了很多种地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实话实说，后面经过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待了3、4年之后，其实我也越发的觉得种地是真的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就是种地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种地非常累，这个是大家对可能父辈或者是再上一辈他们的种地的那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种地也非常累。然后当然了，现在其实有更多的一些辅助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浇水、施肥，然后全部都是靠那个滴灌，然后这样去操作，然后通过大棚，然后我们也能够改变一些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来说这样能解决掉我们就是在整个种地过程中的一些繁杂的一些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我们人工去操作的，比如说耕地，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打药，然后以及其他的把苗给种下去，这些全都是需要人工那个的。就我前几天其实才从金华那边回来，在那边的时候我去摘了1天的辣椒，就整个人基本上就一直这样弯着，然后一直这样走，然后差不多1天我摘了大概其实5、6个小时吧。摘下来之后，那天天气有太阳，天气比较热，大棚里面大概35、6度，然后我反正出来整个人湿透了，然后整个腰出来快直不起了。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呀？种地很苦很累，但是也能够看到就是种地其实非常有前景。就是特别是我们做中高端农业的，然后我们的客户是一直在积累的。就是目前我这边的客户流失率不到20%，其实我接触到10个用户之后，其实有7个到8个用户都会沉淀下来。每年一到那个固定的季节，然后他都会主动联系我，最近那个桑葚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啊？最近那个枇杷什么时候可以那个吃到？然后所以说它的粘性其实是比其他的那个要高。就我总结的是什么？
因为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品，特别是农产品更是非标品的中的非标品。你这一次在一家店买到好吃的，下一次很可能就买不到好吃的。所以说大家都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特别是如果我要去送礼或者是干嘛的时候，那我真的是我不求我这个东西一定会多好多那个，但是它一定是一个确定不错的东西，而不是它可能出现很差的情况。所以说我身边接触的用户大部分都是这种，他可能自己吃，然后送礼，就是一定要品质很稳定的一些东西。然后这样一下来，其实客户他是在那个逐渐积累，还有一个我们的种植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我以前是汉语专业毕业的，从来没种过地。然后我那个去种地之前，我其实对种地也是不太了解。我大概就看了那个差不多超过200篇的那个草莓相关的论文，然后在那个建德那边请了一个种草莓的一个老师傅，拜他为师，就是学习一下怎么种草莓。然后我还就是有几个那个小红书的粉丝，他们也是因为我会在小红书分享我的那个种地的日常啊，然后他们也是就是种地的年轻人。然后突然就一定很强烈的想要加我好友，然后大家会交流，然后那个我发现他们种地的那个经验什么都比我很厉害，然后就变成我反向向他们求教一些怎么种地的一些那个，就是当技术提升，然后客户开始逐渐沉淀，其实农业它就会做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就刚开始的时候是最难的，但是越往后走，它就会越来越简单。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种地好玩吗？种地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像我以前好像除了电脑，好像什么其他都不会。现在我会开拖拉机，然后还会就是玩那个无人机，就是我们会自己打药啊，施肥什么的，会用无人机。然后会开拖拉机，会玩无人机。然后我还会基本上。其他农作物我不太敢说啊，但是像草莓相关的种植技术，基本上我觉得我应该是超越市面上80%的那个人了。然后对它的病虫害防治，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提升、口感提升什么，不敢说精通，但是非常了解。然后因为我们在那边农场比较偏僻，然后我每天其实社交活动比较少，然后每天我们除了种地，因为种下去之后嘛，其实不需要人怎么管的，就是每天去看一下有没有出现新情况，没有出现新情况，那剩下的时间全都是我自己的时间。所以说我会去钓鱼，放地笼抓小龙虾，然后我还会跟他们一块去那个骑自行车跑山，偶尔就是前面还跟他们一起去那个别人的茶园，然后去采茶，采完回来自己把它炒作成那个茶叶，就是我的空闲时间会比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是无限增大。我之前上班1周7天时间，大概我其实是有6天时间都在上班，而且每天晚上最早上班是10点钟以后才下班的。然后但是我种地了之后，我发现每天晚上就是下午6点过后我是不干活的，然后6点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倒腾我每天吃什么，就是我现在对吃非常有研究，因为我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怎么吃，然后怎么吃得更健康，怎么吃得更好，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种地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它就是给了我自己更多的一个空白的一个时间，然后让我来就是探寻自己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啊。我看一下下一个，就是这个就进入了那个做农场赚钱不？先说一下我有没有赚钱吧。然后我们去年差不多是亏了大概40万，然后我们整个农场是投了50多万，然后去年是回收了大概不到10万块钱，就基本上是血亏的。但是因为我其实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整个复盘，其实我觉得就是这40多万不是说全部亏掉，因为我有一些硬件投资差不多就花了20多万，那这个20多万的话是可以平摊到往后的4、5年时间的，然后平摊到4、5年的话，那其实去年大概也就5万块钱左右，没有
5万块钱的成本没有回收回来，那加上我的种苗啊，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可能亏损大概也就是20万。但是随着今年，我的技术会进步，那我今年我的那个草莓的一个产量，然后会提升，包括我现在夏天我会种了玉米啊、辣椒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果蔬什么的，他们也会贡献一部分钱，然后来拉平我整个成本，就是我自己预估的，今年的话可能还会进入一个就是营收就是盈亏平衡的一个状态。今年赚钱的话，确实可能还会有一点点难。然后会进入一个盈亏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按照我的那个盈利模型的话，我觉得到明年的情况，我是一定会赚钱的啊。那这是我自我的一个那个盈利的一个模型。当然呢，其实如果是大家做一些更加轻量化的，就是在农业里面做一些更加轻量化的，这个赚钱的就是盈利的那个时间会更快。比如说像我最开始做的那种，就是在中间做2道贩子。去农户的果园，然后直接收他们的果子出来卖。当然，这种的话呢，各有各的风险，各有各的那个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举个例子吧，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这不是我亲身的例子，我一个朋友的例子，他之前在凉山那边去一个彝族村落订了一个葡萄园，大概有个4亩多地。其实整个算下来的话，也就20万左右的一个产值的一个东西，他交了2万块钱定金，然后约好是3天过后去摘果子，结果第3天去的时候，整个葡萄园1颗葡萄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别人多给了1斤多给了5毛钱，然后那个农户就直接把整个园子的葡萄提前就卖给别人了，而且最过分的是他整个那个2万块钱押金他还不愿意退给我朋友，我朋友当时特别气愤，一个广东的一个小老头特别气愤，然后专门在那边请了一个律师，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就是打官司，大概打了半年多时间，2万块钱要回来了，然后前后律师费大概花了5000，差不多接近6000块钱，然后受了一肚子气。他当时就一直跟我讲，哎呀，凉山那个鬼地方，一直都我以后再也不要去了。然后我就听到我说啊，怎么你去凉山老遇到这种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说我去凉山的感觉很好啊，就是这样。像我们今年，就是我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就是转变嘛。比如说我这边有100亩地，但是因为我主业是做草莓啊，但是我其实整个里面大概只有10%的那个地是在做草莓。我把这边这个场地，就是现在我最开始是想我要种50亩以上。啊，那我这个产量50亩的话，那我1年有个10万斤的一个草莓，那1斤草莓赚个20块钱、30块钱，那这个是不是就很可观了？但是后来我开始转变思路，就是种植确实是太苦了，而且风险真的是太大了。像我去年我预估的是我1亩地产值就是产量能够有个2000斤草莓，实际上我只有700多斤的一个草莓，然后所以说是血亏。像今年的话，我就开始转变我的整个策略，我这边做一小块的那个草莓，做一个标杆的一个农场，然后我再去外面跟其他的那个农场合作。我大概前面3月份我就去了一趟凉山那边，然后在那边就是找了那个30亩的那个大概30亩的一个场子，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深度合作，就是从种植前我们投一笔钱进去，然后他们整体来种植，然后又跟其他大概有60-70亩的一个农户，然后跟他们签订的类似于就是收购协议，就一整个过来降低我自己的一些风险，然后又提升整个的一个产量。像我最开始就是直接去跟他们直接收的时候，就会被他们拿捏。但是当我自己有基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最大的损失就是晚发货2天，然后但是他们就完全没办法说拿捏我，说想随意给我涨价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会通过就是这些办法。然后把赚钱这个事情啊，就是无限的提升，就是尽快的那个赚到钱。当然，我对农业赚钱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我们看下一个，就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农场主啊？这个也是问我最多的，我最少在那个小红书上被人问了不下20次。就是我也想去种地，然后怎么才能开始种地？就我也想那个回乡，然后怎么样？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场主啊？然后我这边是给大家就是列了几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这个是我在个人就是在做农场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问题，而且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非常影响我整个人的精神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家人一直支持你，然后你是否能够忍受那种纯粹的体力劳动。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那个黑了好几度的，像我胳膊上面跟下面其实是2种颜色。然后是否能够忍受一个人的独处？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那种新农人，他们的一个就是精神状态大部分都是孤独的，他们就是年纪轻轻回去做农业，被很多传统的那种老人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上学白上了，周边的人会对你不理解的。然后所以说，大部分大家都是一个人的。还有就是是否真的热爱乡村生活，就是大家可能在那个上面看过很多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向往的生活呀，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乡村生活，都觉得乡村生活真的好美呀。实际上，真实的乡村生活可能跟大家真的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当时，我看去年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遭遇了一次台风。我当时我的那个水桶，然后是放在我那个集装箱上面的，就是半夜大概1点多的时候，而且那天我非常有印象，为什么？那天是鬼节，然后风特别大，把我顶上的那个水塔，然后直接吹倒了，把我整个的那个集装箱给就是压垮了。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在里面，那个水就当头淋下，然后我在被窝里面，然后当头水浇下来，我当时就懵逼了，而且我胆子是比较小的，那天刚好是鬼节，又在晚上，然后那天晚上我是在车里，然后真的在车里面，然后就是说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崩溃，然后第二天一早，然后我才在村里面找了一个就是别人家里面，然后在他家里面去住了半个月。然后又在网上联系那个做集装箱的，又重新过来给我做了一个集装箱，就是跟大家的那个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包括像最开始我刚去农场的时候，没有卫生间的，只能真的就是在野地里面上厕所。然后我去了之后，然后自己去买那种化粪池啊，然后各种自己修厕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去我的农场去看，觉得其实还好啊，但是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了我好像这里没有放照片。我刚去农场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片荒地，那个草长得到我腰部啊。然后我们是用挖机把整个地全部平了一遍，才把那个草那些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后面又慢慢的搭建大棚，慢慢的，然后在那个地上会铺一些石子啊、集装箱啊这些什么各种搭建起来，然后菜种下去，才慢慢有了一点那个现代农场的样子。其实它现在也还是一个很初级的一个阶段。然后我没有去怎么打理它，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下面这个原因，因为我的超能力不足了。因为做农场是非常费钱的，我们前期50万大概投下去，其实大家可能就看到这个农场，觉得好像跟一片荒地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没有那么多杂草。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是在把我们整个农场，就是现在准备把它再打包成一个项目，然后通过再申请一部分政府的一个项目补贴，然后再重新把它给升级。就是所以说这最后这一个能力，我是把它单独拎出来的，超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种地跟以前我们父辈什么种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以前种地因为自己家都有地，买一点种子一点化肥，几百块钱搞定就可以过上那种种地的生活。但现在你会发现，你只要一开始想要种地的时候，你就面临着一大堆的支出，比如说首先地租，然后农机，然后化肥、农药、种子、人工。现在的人工费用非常贵，我们那边去请那个50-60岁的阿姨过来给我们拔草，然后一天要120，然后像我那个草莓棚，我每拔一次草，心都是在滴血，因为我差不多1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就要拔一次草，打一次叶子，每一次都要支付他们5-6千的工资，每一次支付5-6千的工资，基本上就是
过1周多，然后又要来一次，过1周多又要来一次，过1周多又来一次，而且这整个过程是从那个差不多10月份一直贯穿到草莓结束，贯穿到那个3月份，就支出是非常大，而中间的收入是不确定的。比如说我要草莓卖出去1斤，然后我才能收获，就那么100块钱，然后我要卖出去1斤才能收获100块钱。但是那些阿姨过来一次，然后我就要支付出去好几千，就他的那个收益是非常滞后的。就如果那种就是大家不能忍受延迟满足感的人啊，是完全不能忍受这种农业这种慢回报的，甚至于就是1年都没有什么收入。我有很多那个种中草药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2年3年起步，然后这中间遭遇的更是可能到2年的时候3年的时候马上可以采摘了，结果被虫子咬了什么咬了，就是又变成颗粒无收了。就是所以说农业啊，它是一个不确定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对于农业赚不赚钱啊这些质疑啊，都会有这些。当然了，这个其实我是引用了就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的一句话：农业它其实就像一座城，然后城里面的人他是想出去，但城外面的人他想进来。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大家在所看到的关于农业，以及我相信大部分人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农文旅，就是侧重于最后的旅游相关的。对，大家接触到的可能是文旅项目，比如说去采摘，去观赏花海这种文旅项目。这个只是一个大家去看到的可能都是哇好漂亮好但是他们在建设之初也是非常苦逼的。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是也亲自经历过几个这种项目的一个建设，包括他们泰顺这边我去给他们做过一次就是项目策划，然后包括他们在就是绍兴这边，我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开民宿，我去给他们做设计参考跟项目策划，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其实99%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然后只有你能够接受这些农业它背后那些不堪，然后你才能就是真正的成为一个农业人。好，那我今天介绍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